今天我们听梁书，翻开萧衍的履历表，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这是一位近乎完美的人。他极度自律，才华横溢，心地仁善，他精通音律，擅长书法，能写出绝妙诗文，亦是能打赢硬仗的骑兵统帅。他甚至仁慈到不忍处置死刑囚犯，若是让他参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想来能够连任40余年。按照寻常逻辑，拥有这样一位菩萨皇帝，梁朝理应造就千秋万代的盛世。可历史最爱违背固有逻辑，恰恰是这位近乎完美的帝王在晚年亲手将富庶江南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想要读懂这份残酷结局，我们必须先回到繁花似锦的开端。公元502年，38岁的萧衍建立梁朝。彼时他端坐龙椅，鼻尖萦绕的并非墨香，而是浓重血腥味。他的前朝南齐历代君主大多性情暴戾嗜杀，致使建康城乱象丛生。萧衍心智通透，他清楚，若依旧依靠严刑威慑群臣百姓，梁朝只会重蹈南齐覆辙，短命且失德。他决意改换治国之道，他要为整个国家施行一场深度革新，从底层礼制文教根基出发，将南朝彻底重塑。这场革新的第一道举措竟始于1000个汉字，也就是后世流传的千字文。如今世人多以为这只是孩童启蒙诵读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在当年编撰此书是一件万分严肃的政治要务。萧衍从书圣王羲之传世书法作品中拓取1000个互不重复的汉字，随后将零散字纸交付一位名叫周兴嗣的臣子。萧衍的要求十分明确，把毫无关联的签字编撰成逻辑通顺、韵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完整文章，限期当日完成。倘若周兴嗣身处当下，定然会申诉严苛的工作压榨。那一夜，周兴嗣独坐书房，倾尽全部心力构思，堪称对人类脑力极限的极致考验。待到次日晨光破晓，千字文正式问世，这篇文章得以千古流传。可周兴嗣付出的代价是一夜白头。千字文绝非单纯识字课本，更是萧衍对外宣告的治国理念。他希望以温润博大、规整严谨的礼乐文教，替换前朝粗野残暴的乱世风气。理顺文教根基后，萧衍又将目光投向身居高位、碌碌无为的世家贵族。彼时朝堂选官全凭出身门第，只要生于名门望族，即便资质平庸，亦可身居要职。萧衍对此乱象心生厌烦，于是在天监4年推行关键举措，设立5经馆。此举既是变革信号，亦是治国承诺。无论出身寒门还是世家，只要学识出众，便可入朝为官。此番举措虽未能彻底瓦解门阀势力，却在固化的阶级壁垒之上凿开一道缝隙，让寒门读书人望见晋升希望。那段时期的建康城处处充盈清正文雅之风，萧衍自身更是勤勉至极，凌晨3点便起身批阅公文，闲暇之余钻研儒学，研习佛法。君主尚且如此勤勉，朝中百官无人敢懈怠。从前武将比拼杀敌数量，彼时官员争相收藏典籍诗书。萧衍还在都城城门设置2处信箱，一处名为蚌木函，收纳百姓批评谏言；一处名为废石函，收纳民间冤屈诉状。有人称此举只是故作姿态，可数十年始终坚持，便是难得的治世用心。天监年间的南梁，民生恢复，人口增长，俨然一副理想治世模样。可萧衍未曾察觉，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之下，一种名为精致的平庸的风气，正在宽衣薄袖的士大夫群体中悄然蔓延。倘若能够穿越回6世纪初期的建康，也就是如今的南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眼前是极尽繁华却暗藏压抑的景象。当时建康城内人口突破100万，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城。同一时期的罗马城历经蛮族侵扰，早已满目残垣断壁，秦淮河两岸商船桅杆密如林木，丝绸香料金银钱币每日往来流转，商贸兴盛。衣食富足之后，世人便开始比拼文才学识。在萧衍执掌的朝堂之中，文采便是立身资本。
萧衍对皇室子弟的文学要求更是严苛至极，萧家宗室男子人人皆须饱读诗书，善作文章。在这般高压文教氛围之下，昭明太子萧统脱颖而出。这位太子虽寿命短暂，却完成一件足以名留青史的大事，编撰文选。萧统持有独到文学观点，文学应当独立存在，不必强行捆绑政教教化，由此编撰出昭明文选。直至今日，研习古文之人，若未曾研读此书，便算不上入门。东宫藏书楼存放3万卷古籍，南朝文学发展至此抵达顶峰，可隐患也随之滋生。当文人过度追逐风雅风气，便会走向病态。彼时世家贵族出门必敷脂粉，手持石苇彰显脱俗气质，言谈讲求虚无玄妙，连行走姿态都有严苛标准，步履轻快利落，反倒会遭人鄙夷，认为不够端庄雅致。这般风气之下，诞生张僧繇这般顶尖画师。他最知名的典故便是画龙点睛。金陵安乐寺内，他绘制4条神龙，却不点双眼。旁人追问缘由，他言道：点上眼珠，龙便会破壁腾飞。众人只当他夸大其词，执意催促他天画眼瞳，落笔瞬间雷电大作，画中神龙破空飞去。故事虽充满玄幻色彩，却暗藏深意。南梁书画艺术造诣已然登峰造极，可这般繁华根基却建立在沙土之上。梁书记载一段文字，读来令人心生寒意。彼时世家子弟身体孱弱到难以想象，上马便头晕目眩，下马需旁人搀扶，行走片刻便气喘乏力。平日熏制衣物，修整面容，敷粉涂脂，全然无心习武理政。这便是南梁的统治阶层，满腹诗书，谈吐风雅，却全无自保之力。当文艺追求走向极致，等同于集体丧失直面现实的生存底气。萧衍目睹这般景象，却认为变革尚且不足，在这座精致文弱的王朝之中，他又添一重信仰枷锁。他不再满足做儒家贤君，一心想要成为世人眼中的菩萨皇帝，试图依靠佛法治理整片江山。为彰显自身礼佛诚心，他直接更改天下僧人的饮食规矩，自此佛门僧人禁止食肉，这是一场豪赌。萧衍从朝堂走向寺院，从现实政务遁入虚无佛法。当慈悲沦为偏执执念，当礼佛耗费巨额国库钱财，内部千字文搭建的有序礼乐世界开始摇摇欲坠。萧衍不曾料到，自己亲手打造的盛世幻梦即将迎来鲜血淋漓的覆灭。萧衍一生追求至高功业，登基治国，振兴文教之后，自认已然抵达世俗权力顶点，人间功业尽数完成，便打算改换修行赛道，一心修行做菩萨。为在礼佛仪式做到极致，他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如今去往寺院食用斋饭，只有青菜豆腐，不必心生抱怨。这份规矩源自萧衍。在此之前，佛门僧人尚可食用3净肉，萧衍撰写断酒肉文，明令禁止僧人食肉，不止僧众，皇家祭祀先祖，也撤去牛羊猪等牲畜祭品，改用面粉仿制祭品。在萧衍眼中，此举是普度众生的慈悲，在普通百姓眼中却是无端折腾。可萧衍的折腾远未止步，他很快发觉仅靠素食不足以彰显虔诚，竟决定将自身舍身供奉寺院，也就是历史知名的舍身同泰寺。身为一国君主，萧衍4次褪去龙袍，换上僧衣，入寺出家修行。这般举动令朝中大臣束手无策，君主滞留寺院，国家政务无人主持，唯一解决办法便是筹措钱财赎回帝王，国库银两。百官凑集的钱财源源不断送入同泰寺充当香火钱，将萧衍赎回朝堂。时隔数日，他再度入寺，百官只能再度出资赎人。不少后人认为萧衍晚年昏聩，遭寺院僧人骗取钱财，实则不然。细算钱财往来，便能看出萧衍心思缜密。同泰寺归属皇家所有，国库银两使用有着严苛规制，不能随意支取。一旦化作寺院香火供奉银两，便等同于萧衍私用钱财，是一场巧妙的资产内部流转。可此番算计最终失控，萧衍依旧觉得钱财不足供给寺院开销，又推行一项祸及民生的政令，
废除通行铜钱，全国改用铁钱流通。这项政令放到任何时代都会引发严重经济危机。铁矿原料随处可得，铁钱能够自行铸造，百姓自然放弃农耕，家家户户熔炼铁器私铸钱币，直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物价崩坏到极致，出门购买一份粗粮都需要推着整车铁钱交易，到最后铁钱价值不如泥土，对应史书所载是钱如粪土。当萧衍在同泰寺敲诵佛经，自我感动之时，南梁经济早已彻底崩塌，士大夫依旧空谈玄学，底层百姓的不满怒火不断积蓄。这座看似精美坚固的文弱王朝，只需一次外力冲击，便会彻底碎裂。而引发这场毁灭的人，已然自北方奔赴而来。灾祸降临之前，南梁曾迎来短暂回光返照，爆发王朝最后一场耀眼的军事大捷，在一众体弱无力、空谈风雅的南梁文臣武将之中，陈庆之是独一无二的异类。单从外表来看，他比任何人都像一介书生。史书记载，他体质孱弱，无法拉开硬弓，骑马尚且勉强。在崇尚勇武的时代，这般人大多只能担任文书抄写差事。可他身负超凡军事天赋，是可遇不可求的天生统帅。寻常人依靠勤学能够精进才干，天赋奇才只能让人仰望。公元528年，北魏国内内乱四起，萧衍打算趁机扩张势力，派遣军队护送北魏降将元昊返回北方争夺帝位。此次北伐任务艰难，敌方手握数十万大军，萧衍调拨给陈庆之的兵力仅有7000人。这般兵力配比，看似不是北伐远征，而是主动赴死。可这7000将士拥有统一名号白袍军，后续战事即便写入小说，都会被视作虚构夸大，却全部属实。陈庆之率领7000白袍军向北进发，直面北魏数十万精锐部队，敌军兵力悬殊，单凭人数便能碾压白袍军。可战败的始终是北魏军队。睢阳城下，一日连破3座城池，考城一战，生擒敌方主将。最凶险的荥阳之战，北魏名将尔朱世龙统领30万大军，将陈庆之团团围困。30万对阵7000，是必死之局。陈庆之的应对简洁果断，主动发起进攻。他亲自擂动战鼓，白袍军悍不畏死，冲向敌军阵营。30万大军全线溃败。短短140天，陈庆之历经47场战事，全部取胜，攻占32座城池。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避白袍。这句流传的歌谣，并非文人杜撰，而是北魏士兵亲身经历后总结的保命箴言。当陈庆之身披白衣，骑白马进驻洛阳城，他创下冷兵器时代难以复刻的军事巅峰。常年被北方政权讥讽为倒夷的南梁，一举攻入中原核心城池。萧衍满心欢喜，自认得天庇佑，可他判断失误。陈庆之的大捷仅是将领个人的功勋，并非南梁国力强盛的体现。7000将士再能征善战，终究兵力单薄，孤军深入，没有后方支援。陈庆之最终兵败撤退，未曾败给敌军，却败给突发山洪。一场大水吞噬整支白袍军，陈庆之伪装成僧人，独自逃回建康。这是极具讽刺的隐喻。南梁最后一丝勇武底气被洪水冲刷殆尽。陈庆之之后，世间再无白袍军南梁覆灭的倒计时正式开启。萧衍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佛国幻想之中，持续推行铁钱，算计国库钱财。他全然不知北方一名为侯景的跛足将领，怀揣满腔仇恨与贪婪，紧盯富庶繁华的建康城。侯景是一头野心难驯的恶狼，当狼闯入温顺羊群，再多佛经禅理都无法保全性命。公元547年，侯景向南梁递出归附意愿。侯景相貌丑陋，腿部留有残疾，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危险的野心家。他先前背叛东魏，手握河南13州地盘，前来投奔萧衍。这般势力实则是烫手山芋，随时引爆的隐患。朝中稍有远见的大臣全都极力反对，直言此人心性狡诈，不可信任。可萧衍执意接纳侯景，缘由十分简单。他已然年近80，吃素礼佛数十年，
心中执念便是离世之前完成一统天下的毕生目标。他天真认为依靠自身常年修行的慈悲佛法能够感化这头来自北方的恶狼。事实证明，野心勃勃之人永远无法被善意驯化，尤其当其心生贪欲之时。公元548年，侯景起兵叛乱，带领数千骁勇北方骑兵渡过长江，一路直抵建康城下。此刻往日风度翩翩的南梁世家士大夫只剩下满心惶恐。这群平日敷粉熏衣、出行虚人搀扶、终日空谈玄学大道的文人，直面刀刃才幡然醒悟，虚无玄学无法保全性命，精妙书法字画抵挡不住锋利兵器。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台城围城之战，侯景将台城层层封锁，围城数月，整座城池沦为人间炼狱。不必过多赘述城内惨状，仅留存一组史书数据。围城之初，城内尚有10万户百姓，城破之后存活之人不足4000。人相识不再是史书冰冷文字，而是每日真实上演的惨剧。曾经在秦淮河畔饮酒作赋，感叹浮生短暂的世家贵族，此刻为争抢一点鼠肉，不惜互相厮杀。所谓魏晋风雅风骨，在残酷战乱面前不堪一击，只剩满地狼藉，尸骸遍地。侯景最终踏入皇宫，见到86岁的萧衍，这是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会面。一方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叛将，一方是常年礼佛慈悲为怀的帝王。萧衍神色平静，望向侯景，仅开口询问一句：你领兵征战多少年？诡异的一幕随之发生，杀人无数。毫无惧色的侯景在这位手无寸铁的老者面前心生畏惧，浑身冷汗，不敢抬头直视。这是执掌48年江山的帝王沉淀一生的最后威严。可威严无法抵御饥饿，侯景将萧衍软禁宫中，断绝饮食供给。公元549年初夏，萧衍卧在净居殿病榻之上，饥饿难耐，口中苦涩，想要一碗蜂蜜水，却无人奉上。他最后微弱发出2声呵呵的低呼，便离世，终年86岁。这位开创天间之志、推广千字文、一心想要将人间化作佛国的菩萨皇帝，最终活活饿死，充满黑色讽刺意味。萧衍离世之后，曾经精致繁华、文风鼎盛的南朝一同走向衰亡。昔日声名显赫的王家、谢家2大顶级门阀，无数载入文史的世家大族，在侯景屠刀之下近乎满门覆灭，海量绝版古籍、名家书画、珍贵典籍尽数被战火焚烧，化为灰烬。那一刻，文明脆弱的不堪一击。翻阅梁书读到此处，能够清晰感受到史官姚思廉落笔时的悲愤颤抖。南梁短短50年国运，如同一场极致奢华的大梦，梦里有萧统编撰的文选，张僧繇传世画作，沈约优美诗文，遍地寺院香火缭绕。可大梦苏醒，只剩满目断壁残垣，萧衍穷尽一生，留给后人一段残酷真相：君主可以心怀仁善，博览群书，一心礼佛，手中却必须握有守护家国的武力。若是缺失自保的力量，在鼎盛的繁华，终究只会沦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极致繁荣的文教风气掩盖不住军事力量极度孱弱的短板。表面看似安稳的治世图景，终究会因底层民生溃烂彻底崩塌。一旦生存底线被打破，所有慈悲与信仰在野心家眼中都只是可笑空谈。南朝的黄昏缓缓降临，废墟之上唯有几只不知世事的燕子依旧四处寻觅旧时楼阁屋檐。关注我，借古人过往故事，照亮当下行路。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